鎧甲跟软肋总是相对的嘛。这世上你没有任何在乎的人，你当然可以对其他東西视而不见了。但是你总会跟人产生连接，有你在乎的人了，你就看不得他們受委屈。一条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若昀。《人之初》里面饰演孤兒高峰，是一个很执拗的人。你是想借着警察的身份找你亲爹亲妈？他不愿意接受他现在的亲缘關係。他的养父母有很窒息的一面，這個人是有一些先天性的情感的缺失，導致他跟這個世界的鏈接非常的弱，他就好像一個一線牽的一個風箏一樣，隨時可能斷線。遇到每個角色的時候，都會找到不同的錨點。我是見習警察，我沒證。比方說，我遇到一個跟我的地域環境、生活經歷都非常像的，我要從這個方面去切進去。那些我不熟悉的，我通過學習的方式去補完它。我切進去的那個錨點或者是抓手，一定是找的是我離角色最近的那個點，哪怕我跟他其他方面完全不一樣。古裝劇比較愛寫高位的人身上發生的故事，時隔多年再回到那個角色，范閒其實是比較好找到代入感的。一個孤獨的靈魂在異世界的冒險嘛，一個現代普通人具有中等偏上的道德水準，進入到一個倒退的世界。殺人償命本就是律法鐵條，死的只不過是個護衛而已。一個吃人的時代，他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？他想保護的衝動，人的情感就不斷地被投射嘛，就積極的入世，想要改變一些什麼。因為《慶餘年》還沒有完結。就是這種系列劇，它會一直從心理上還是生理上一直吊着你，讓你不想離開那個人物狀態太遠。這陣仗不比過年熱鬧。哎呀，不愧是我呀！我小時候是一個非常沉默寡言，喜歡自己和自己玩的人。下雨了，野外有塊地，有一片水，我就喜歡在那個泥土上做水利工程，假裝這是一個大壩。沙塵暴、鴿子哨和這個柳絮，這是屬於北京人共同的記憶。我始終覺得我就是個普通人嘛，20多歲那個年紀吧，經常會有一種，我是這麼想的，我這難受了，朋友們是不是啊？那個時候是特別容易能找到共鳴的。但我覺得歲月會給每個人定制性的打擊，你感到很難受的點，變得不太容易能跟別人說清楚。可能在某個年齡階段，更容易把自己當成社會的最大公約數，認為跟你有共鳴的那些人就是全世界了。某種偏激性或者說風格化的表達嘛。以前我就想這樣說，喜歡這個看這個的人就來看，不喜歡的人就也不在嘛。現在影響力自己對自己的這種語言的注意不一樣了。以前還是在那種說只有我一個人這樣覺得嗎？現在有時候就話還沒說出口呢，就說對，可能只有我這麼覺得。其實人的天性是在群體中麻痹痛苦，然後在群體中放大快樂。你但凡你要能把自己的問題簡化一點，學着像20多歲的自己那樣，以興趣劃分或者以什麼劃分，你總能找到群體。我的性格可能是就是從一定要有共鳴這種執念裡抽身出來了，可能跟我的職業有關。每次能躲在角色後面去表達一些東西，我的很多情緒也就釋放掉了，我的很多看法也悄悄地藏在角色裡面就放出去了，又有很多人的認可，其實是找到了某種程度的滿足的。